I pull into your driveway, it's a Saturday night. You look like $1,000,000 wearing that dress I like. 嗨，大家早安，我是富明。早安，我是明明。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长野。对，今天也是下雪的一天，好幸运，一早就看到雪景。那大家对长野的旅游的印象可能都是范围很大，需要自驾，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如何在长野市不自驾也可以旅游的一些景点哦。意外的，其实长野这边很多知名的景点都可以有巴士到哎，像是我们这次会去看猴子泡温泉、护影神社跟在车站附近的闪光寺。那富明你知道吗？长野这边其实它海拔非常的高，它的平均海拔超过1000公尺，这是日本47都道府县里面排名第1。因此在长野这附近呢，很有机会可以看到漂亮的雪景。所以如果你冬天想要来日本赏雪，但是呢又不想要跑到北海道那么偏远，想要在东京附近近郊玩的话，就非常推荐可以来长野，因为从东京搭新干线过来，其实大概我们搭1个小时、1个小时半左右就到了，而且这边观光客也没那么多，没错。所以非常期待这次的行程。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长野雪之旅。好，出发！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好，我们现在第一站要先去护影神社，然后长野站呢旁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巴士案内表，然后它会告诉你要搭几号的车，在哪一个月台。像我们现在要去护影神社，就是搭7号，然后从长野站到护影神社大概是搭巴士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对，意外的比想象中稍微近一点点。那我们赶快出发 ，Go！好，我们刚搭了1个小时10分钟左右的巴士，然后现在终于到护影神社中社的入口了。然后现在要慢慢往上走，好期待哦！去护影神社的武社巡礼，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走不完。然后加上就是路况可能也有一点崎岖，希望可以走到那个奥社的那个参道那边，很漂亮。OK， 那就出发。好 ，Go Go Go Go！你要小心哦。好，那边有一个超大的洞。下面是水沟。我觉得其实雪地果然还是有点危险，就是因为全部都覆盖了，然后你看不太到下面到底是洞还是路。你可能觉得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很雪很厚的样子，但踩下去就直接掉洞，所以要很小心。真的好美，可是已经看不出来这里是哪里。白白皑皑的一片。我刚看从这个护影神社的中社要往内走，走到那个最经典的奥社参道，那边要走1.7公里耶。我觉得我们好像在绝地求生。对，而且有可能走到那边，其实也看不太出来是那个经典的景。你看那个积雪，我还以为我在立山黑部哎。我们现在决定要撤退了，因为再走下去，我们可能会先变雪人。你看我们的头已经整个大结冰。这已经吃雪吃饱了。对 ，OK， 我们紧急撤退。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下山了，待会要去善光寺。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决定先来吃个午餐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在善光寺的附近有一个参道前的商业设施，叫做 Patio Diamond， 建筑物也非常的复古，然后非常漂亮，然后聚集了非常多当地有名的餐厅。天气那么冷，决定要来吃个有名的拉面店，就叫做面道麒麟鹅。耶！而且这家排队名店呢，今天应该没有很多人啦，因为今天天气太冷。刚刚我们看那个体感温度-7度哎，负7度吗？那赶快去吃拉面吧。好 ，Go， 赶快！我觉得这设施其实蛮漂亮的。它为了要保持这附近那种传统的氛围，所以其实里面规划的很像那种传统建筑物。真的超美的，啊、不说以为是什么古迹。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间面道麒麟鹅之大门分店，它在2024年的时候有得拉面的百名店，它的位置其实很方便，就在善光寺的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基本款的话是churrasco吧，然后有分就是酱油系的啊、盐系的跟那个鸡白汤，而且它的鸡白汤是泡系的汤头。他们家的特色就是有附上这个黑白松露，让你可以吃到一半，想要转换味道的时候再泡下去，可以增添那个面的风味。首先呢，我就要来吃我点的这个鸡白汤版本。汤头是刚刚妹妹有讲，它是泡系，所以非常浓稠 ，creamy。现在喝喝看汤哦，真的是一个很浓稠的鸡汤味。面条是我喜欢的那种面条，就中华系的那种细面，好好吃哦。好，那接下来换我来开吃我的中华churrasco酱油系的汤底。我超爱酱油汤，是用鸡骨跟鸭骨，再加上淡丽系的酱油去做成的汤底，而且上面那个油看起来就超香的。这个面啊，一样都是用细质面，而且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它的店家里面装潢也很舒服，被称为是割烹系拉面。面好 Q 哦！除了松露以外呢，它还有附这个黑胡椒跟山椒，还有他们长野最有名的七味粉。哇，好酷哦！是用按的。大家有吃过山椒吗？我还蛮喜欢山椒的，有点凉凉，然后很日式香料的那种调味。吃饱了。超好吃，但是呢，刻意留一点点肚子，因为等等往善光寺那一路上餐道还有超多好吃的商业美食，那就那边 ，Go。这家也是我想吃很久的，因为长野信州这边苹果也很有名嘛。之前来的时候经过就闻到超香，但因为我那次吃太饱了，也可以走过来再吃啊。好啊，不然我们走一下再来吃，现在有一点点饱。进来善光寺了，没错。那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善光寺的一些特色的地方吧。你知道善光寺有多少年历史了吗？800年？不止，这边已经有超过1400年的历史。哇，很久哎。没错，因为它已经有1400年了嘛，所以它里面有一尊日本最古老的佛像，叫做一光三尊阿弥陀如来。但是这一尊呢，据说它的本尊被藏在里面，所以其实一般人是没有机会可以看得到的。比较算是佛教信仰，跟日本传统的神社是不同派系。但它是欢迎所有各个不同的宗教都可以来这边参拜。那这边呢，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后面的地方有一个那个佛的足印，就是佛的脚印。就是有非常多运动选手啊，或者是跑马拉松，都会去那边参拜，然后祈求自己的脚非常健康。那身为一个平常见人就是矫情的人，这边有在烧香嘛，就闻到那个香的味道，马上就觉得心情很平静，这种很庄严、很宁静、很安详的那种氛围。我觉得有点深山版的浅草寺，就有那个烧香的味道。有。
我觉得我们自从之前跟蚁人合作无障碍计划之后啊，我其实现在来日本景点都会注意一下他们无障碍设施做的怎么样。它的本堂上去的地方有这个 slope， 就是让轮椅也可以轻松上去的一个斜坡。所以其实上光寺这边的无障碍设施也是做得蛮好的。好，我刚发现善光寺里面呢开了一间新的 Beams， 这个是在2024年7月才刚开幕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一家日本很有名的选物店嘛。那他们为了想要跟日本文化做更紧密的结合，他们也在例如像是善光寺这样子比较地方的名胜景观也开了商店，在这边可以买到潮的善光寺限定Beams商品，我觉得也很棒。那除此之外呢，旁边还有一个卖玉手的地方，也是有卖超级齐全，各式各样你想要祈求什么的玉手也都可以在这边买到。我们现在参拜完善光寺，没错，然后又开始下雪了。现在小小的想要逛一下善光寺外面的这个参道，但是呢，今天星期三，所以有比较多商店其实是公休的。那大家要来之前可以先看一下他们的公休的日期。然后现在呢，我们想要先去吃一下善光寺这边很有名的善光寺布丁。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个Oyaki。长野这边有名的一种咸的饼，但我推荐的那一家今天很可惜，它刚好没有开，所以我们先去吃布丁，然后等等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家Oyaki，一定要让你吃到，那个真的很好吃，很像日式水煎包，口水要流下来。对，热腾腾的很好吃。然后我之前吃到的是它有包起司的口味，然后它现场在那个铁板上煎，哇，真的超好吃的。刚原本我们想要找长野这边的名物 Oyaki， 但是呢，现烤的版本竟然每家店都卖完，所以为了泄恨来吃一下我心心念念的这个苹果派。这时间差不多下午3点半，大概下午3点半左右，所以这边的商店街其实是蛮早关的。那就赶快来开动这个信州苹果果子工坊，然后它有2个口味，一个是焦糖，那我选的是卡士达的。你看看起来超好吃，而且热腾腾的，那酥皮感觉超赞。对，再加上这边的雪，商业的雪，超级爽。你看，苹果片是热腾腾的哦，再加上那个卡士达。好，我们来到善光寺布丁了。那这一家呢，也是之前在 IG 上爆红的名店，在日本人之间也非常的有人气。那它的特色呢，就是这种玻璃罐罐装的布丁，再加上它的原料是用信州这边的牛乳安坛野牛乳，所以听说口感非常的香浓滑顺。它总共有5个常规口味，再加上1个季节限定款，而且呢，因为它的包装也非常可爱的关系，所以很适合买回去送人。那这边现场也有贩卖保冷袋，所以也可以买保冷袋，就不用怕它坏掉。它还有出那种礼盒版本的，让你一次吃到5个不同口味的，也有出这种小小的礼盒，选择几个你自己想要在上面贴的这个小卡片送人，我觉得也蛮有小巧思的。好，那我们来吃吃看看咯。它下面有焦糖哎，哇，是银布丁，感觉好奶哦。因为刚刚一挖下去，感觉很扎实，硬硬的，但它其实不是真的很硬的那种布丁哎。它吃起来是有一点像卡士达酱那样，很像乳酪的那种口感，好赞哦！太幸福了，长野怎么这么好吃啊？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嗨，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好，我们今天准备要去地狱野原公园来看长野那边知名的雪猴了。超级期待，而且因为昨天晚上也下了一场雪，所以现在外面积雪超深的，超漂亮。那如果从长野站出发要去地狱
野原公园的话，总共有2种方式，一个是搭乘巴士，那另外一个是搭乘电车。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搭乘电车，原因是因为呢，这个长野的这个电铁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刚刚下去那个长野电铁的站啊，真的觉得好复古哦，很有一种回到60年前在搭电车的感觉。那如果你是选择搭长野电铁的话呢，就是搭到底站汤田中站。对，汤田中站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温泉乡。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去看雪猴，就是要从汤田中站再转一个巴士，大约15分钟就可以到地狱野原公园的。那这一条线呢，其实沿路的风景也非常的漂亮。那如果你想要去有小京都之称的小布施的话，其实也是搭同一条站就可以到了。之后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没错。好，那我们就期待欣赏一下沿路的雪景。今天又是在雪中的行程。对，没想到今天又要在雪中漫步。我们刚刚下巴士，哇，这也是一个长征呢。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刚刚贴了几个暖暖包在身上。我今天大概穿了8件衣服，真的超大一个。OK， 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步道的入口了。对，终于到入口了，走到真正的地狱谷，就是猴子泡温泉的地方，大概要走1.6公里。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有一点进度，没想到现在才是开始而已。但它有一个那个实况转播。对，其实它的官网上也看得到。来到地狱野原公园了，哦，刚好辛苦哦。真的，我们刚刚长途跋涉，因为这个地狱野原公园啊，上面其实海拔有到850公尺。所以我们刚刚爬了一路的山路，但我觉得很值得哎。对啊，因为它海拔有850公尺，所以它1年大概有1/3的时间都会有像这样的雪景。然后因为这边有天然的温泉，所以呢根本就是日本猴的天堂。因为它不算是一个动物园，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野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完全没有栅栏，然后猴子有时候会突然从树上跳下来，从你脚边钻过去，真的超级可爱。但就是大家要注意要小心，因为跟猴子呢最好是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然后不要去摸它。对，不能摸。然后呢，听说不要跟它对视，因为如果对视的话呢，就是一种挑衅，它可能会攻击你。Fight 你好奇怪哦。这边的入场券呢，大人是800元，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划算的。然后如果有买1日票券的话，这边的入场券也是包含在1日票里面，因为这边完全是户外的，所以呢，其实没有办法保证每天都一定看得到猴子，对，要看猴子今天有没有泡汤的心情。你有看到那边那个好皮哦，有一些小只的，刚看到他们在电线杆上玩。那这边的日本猴生育季节大概是4到6月，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那种刚出生的小猴子的话呢，也可以挑在4到6月来。等一下，那边突然出现一只猴子，这只是大猴，这只是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在台湾的印象都觉得猴子是瘦瘦干干的，或是那种很大只都是皮。可是这里的猴子可能因为为了要耐寒，身上都有那个厚厚的那个绒毛，好可爱，很可爱耶，好可爱，像奇异果。对。好，我们现在下山走回到刚刚搭巴士的地方了。然后这边呢有一间叫做 Enza 咖啡原作咖啡。那这间店除了有卖一些纪念品跟一些雪具的租借以外呢，这边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站。他们还有卖这个鸡白汤拉面。
刚刚看完那个雪猴泡汤，再下来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真的是太享受了。另外，我想要补充的是，我觉得这边的 menu 跟一般的休息站比起来，算是蛮丰富的，因为它的拉面有3种口味可以选。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像披萨啊，或者是沙拉卷啊这种比较西式的这种轻食。然后我刚刚也有看到，也有素食者可以点的餐点，开动喽！它面条比较粗一些些。对。水准之上比较 Q 弹的那种面。你看汤头除了鸡白汤以外，还有一点那种小鱼干的香味，蛮提味的。接下来换我来介绍我的辣味噌。辣味噌鸡白汤，其实汤底应该是跟黎明的鸡白汤是一样的，只是它另外再加了一坨这个辣辣的味噌。而且还给很大一坨超有诚意的。我觉得刚刚好了，有点那个辣辣，有点提味，蛮好吃的。来到饭后时间了，然后刚刚发现呢，他们有出一个这个很可爱的雪猴拿铁，结果呢，竟然是要自助 DIY 的。那我们还另外点了一个信州这边的苹果派，它的苹果派也是可以外带的，然后也可以内用，内用的话还附一球冰淇淋。那我现在放这个雪猴，泡汤喽，好可爱哦。然后它是比较偏苦，然后奶味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味道。那你知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以为是要等它融化来试试看。哦，还蛮好吃的就棉花糖。棉花糖。感觉丢进去应该等等会融化。再来这个超级无敌大的。哦，好快乐！我超爱苹果派。好酥哦！大家感觉是不是馅料比较少？馅料没有昨天那么多那么爆，然后它的外皮也非常的酥，而且因为它是现烤出来的，所以吃起来好热很羞。来吃看它的馅，风格不太一样昨天那一家比较是就是真的是小朋友爱的那种甜，可是这一家呢是有点蜜制苹果的那种味道。因为你其实吃得到有一点点酸酸的，可以吃得到很大一块苹果的果肉在里面，然后它的卡士达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不会太甜。外面这个有点像酥皮浓汤的酥皮，也很好吃。配点冰淇淋，它冰淇淋分开吃。等一下，冰淇淋是苹果牛奶口味我原本以为是一般的香草，增加多一层那个苹果的风味。好，我们现在又回到长野车站做我们的结束了，有点回到人世间的感觉，你有觉得吗？有因为我觉得这次我们去的景点都很像仙境，都在那种有充满雪的森林里面。没错，我原本对长野的印象就是只有自然环境，但我觉得来了之后，的确是自然环境居多，但是真的很漂亮。然后以及像我们今天去看猴子泡温泉，而且我发现就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是欧美的游客居多，真的也比较少遇到台湾人。所以呢，帮大家开发长野这个新景点，希望大家也可以过来玩。没错，而且大家不用害怕说，如果不会自驾的话怎么办？像我们这一次就是示范如何用搭电车以及巴士的方式去各个景点游玩。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想要加一点点购物的行程的话，我觉得其实来这边也不用担心，车站附近还算蛮热闹的。然后长野车站里面呢，也有一栋共购的百货公司，叫做 Midori。然后里面像是日牌啊，就是 Loris Front 啊这类的日系服装品牌都有卖。然后在2楼这边呢，还有一整层一个专区都在卖长野这边的名产。没错。再加上呢，长野车站的正对面就是一栋唐吉诃德，所以其实你要买东西要购物来长野车站这边也都很方便。真的，而且距离东京又非常的近，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去搭乘新干线回东京了。这次的影片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次拍摄的长野自由行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另外，如果你对日本旅游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们，之后我们会再挑出问题，然后亲自拍影片回答你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我作为新人歌手出道了，现在已经发布了《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 2首歌曲，接下来也会继续制作更多日本Sushi 7都道府县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游相关资讯，请订阅吉田社长Japan TV，多多支持我们哦。
公车来了耶，载我回去。好困难啊！福米已经包到看不出是谁了。哦，真的吗？我啦，是我。